这个 video 教的是乳腺发炎和塞奶的自救方法。我知道你很急，所以我们立刻就要进入重点了。快点去把门锁起来，脱掉衣服，脱掉内衣。这个图里面的是待会会用到的东西，如果你现在有的话准备好，没有的话也不要紧，你可以先按暂停，准备好了才继续播放。好，先跟着我做。你要把2只手的手指交叉，握住塞奶的那一边乳房，想象你的乳房是一包弹珠，用你的手掌这几个多肉的部位去揉捏这一包弹珠，让里面的弹珠滚来滚去换位，用适当的力度，可是不要弄痛自己。这一招叫做一包弹珠按摩法 Bag of Marbles Massage。 你一面做一面听我讲解。你现在来看这个 video， 如果不是为了学来预防，就一定是目前遇到了乳腺发炎或者是塞奶的问题了，对吗？你来对了，这个 video 里面教的方法就是乳腺发炎或者塞奶都适合使用的自救方法。首先我们要先分辨你是什么状况。如果你是2边乳房都胀胀，又硬又痛，奶水泵不出来，哪会有这种情况的呢？通常是因为你现在是产后头几天，这个不是塞奶，是产后湿头奶。如果你说我不是产后头几天呢，已经生了很久的嘞 OK， 一般的塞奶不会有2边一起塞到好像产后湿头奶这样的。如果会搞到这样通常是因为你的挤奶器出问题。那本来好好的，忽然间可能故障或者什么原因，吸力变弱了，无法帮你排空，才会2边都会胀胀。另一个可能性就是你隔太久没有泵奶，奶水在乳房里面太久，搞到严重胀奶。如果你是2边乳房都胀胀，挤奶器泵不出来的话，无论你现在是不是刚产后，我都建议你先去看产后湿头奶的 video。 如果无法亲喂的话，过后再去看这个手挤母乳教学的 video， 里面教的方法会有帮助这个状况，无论是不是产后。如果你坚持要先看完这一个 video， OK， 可以，没问题。可是接下来这里教的方法，凡是有温度的方法，比如说温敷或者任何用到热水啊、水蒸气的方法，你都不适合用。其他按摩那些是 OK 的。好，如果你感觉胀胀的乳房里面有硬块，可是这个硬块在亲喂完或者泵完奶过后会消失的话，会消失的就代表你没有塞奶，不用担心。那不过这个状况也表示你的乳房太胀了，会塞奶的风险会比较高。那你是不是隔太久才亲喂或者隔太久才泵奶呢？要避免乳房再次胀到这个程度因为经常这样子胀迟早会真的塞奶的。如果你乳房在亲喂完或者泵完奶之后，基本上整个乳房都是软软了，只是某一个部位感觉到里面有一个平时不存在的硬块。那如果这一个硬块在你手按下去的时候感觉得到，外表这样的看是看不出来的话，那么就只是塞奶，没有发炎。如果这个硬块部位感觉热热的，你从外表用眼睛看都看得出又红又肿，再加上你有感冒症状，比如说发热啊或者发寒啊，然后可能会有发烧，那么就是发炎了。如果你发现自己发炎了，不要怕，也不需要急着立刻看医生，给自己24小时的时间自救。自救成功的话，你是不需要看医生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的。好，我们换一个按摩的方法。你有准备到梳子吗？最好是这样子圆头的，没有那么密的梳子。要不然的话，类似这样子的 massage comb 有吗？凡是任何那个头是圆的，不是很密的这一类 massage 的道具，按摩道具呢，都可以拿来用。怎样用呢？就是这样子梳乳房，从你的硬块往乳头的方向这样子梳下去，不用非常大力的，就这样子梳而已。那你这样子梳的时候呢，
这个摩擦可能会弄到你的皮肤疼痛。所以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去拿一点橄榄油或者按摩油涂在皮肤上面，那么你的梳子梳过的时候就不会痛了，会比较顺利。所以你一面按摩一面听我继续讲解。要解决塞奶或者乳腺炎，就只有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帮助奶水出来。最有效帮助奶水出来的方法是什么？就是 baby 的嘴巴。如果你 baby 在身边， baby 愿意亲喂的话，就把它抱过来让它吸。可是如果你的硬块很顽固的话，那么你就要尝试让 baby 的下巴向着你的硬块方向来吸。另外你也可以尝试让 baby 躺着，然后你跪在他身边，乳房朝下让他吸。当你乳房朝下，借用地心吸力的帮助，可以让奶水比较顺畅出来。要是没有办法亲喂，你就一定要用别的方法帮助奶水出来，最好可以学会用手挤。那如果你坚持要用挤奶器的话 OK， 只要有效的话当然是没有问题的。那用挤奶器泵的同时，我会建议你用手帮忙在旁边按摩揉捏，会有帮助的。那刚才不是说亲喂的妈咪可以让乳房朝下，亲喂的时候借用地心吸力的帮助让奶水更容易出来吗？那泵奶的时候同样也可以让乳房朝下来泵，也是会有帮助的。还有不要因为太过专注塞奶那一边乳房而忽略了正常没有问题的那一边乳房要不然连另外一边也作怪你就糟糕了。要帮助奶水出来，你也可以用温敷。日胀冷缩的效果，日敷可以帮助扩张乳腺。在你泵奶或挤奶之前，你可以先给乳房温敷一下，你也可以一面温敷一面泵。除了温敷，你也可以去用温花洒喷射乳房，弯下腰让乳房朝下，然后用温水的花洒喷射那个硬块。花洒的喷射力会有按摩的效果，会有帮助的。如果你家的花洒喷射力不够强，没有 massage 的效果，刚才我说的 massage comb 或者梳子你也可以把它在肥皂上面刮几下，沾满了肥皂，然后在乳房的硬块上往乳头的方向按摩，也是同样有按摩的效果的。另外也有一些方法是不需要弄湿全身的，比如说你可以准备一大盆的热水在桌子上，然后你弯下腰让乳房在热水的上面，不需要碰到水，水蒸气的温度也有帮助扩张乳腺。还有一个方法是需要用到 Epsom salt 还有 silicone 挤奶器的，放2大匙的 Epsom salt 进去 silicone 挤奶器里面，然后加温水进去超过一半，你自己调那个水位啦，那个水位应该是可以让你的乳头浸在水里面的，让你的乳头浸在这个盐水里面5到10分钟就好。现在我们再换一个方式去按摩。你家里有任何会震动的东西吗？只要它可以连续震动不停的，不管是什么都可以，可以是按摩棒，也可以是电动牙刷。你开了电，让它贴着你乳房的硬块按摩，你可以在乳房的硬块上面往乳头的方向这样子震动过去。那如果你手上有的话就最好了，如果手上没有的话也不要紧，你可以继续做回刚才的一包弹珠按摩方法，你也可以试试看换用单手来揉捏弹珠。你继续一面按摩一面听我解说。那如果你身边有温敷的道具，你也可以一面温敷一面震动，或者一面温敷一面做这个弹珠的揉捏方法。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塞奶原因就是乳头有白点。乳头的白点是凸出来的，好像水泡，好像暗疮那样的。如果你乳头皮肤上面有一个平平的白色部分那个不是我这里说的白点，白点是好像你乳头长暗疮那样的凸出来的。
乳头白点一般上是因为有一层新的皮肤盖在你乳头的其中一个奶水出口，但是也有可能是你塞住的奶来到了乳头出不来。如果没有疼痛或者造成任何问题的话，你是可以无视这个白点的，久而久之它会自己消失掉。如果会造成问题的话，你就可以试试看这几个方法去把它解决掉。本来我会教妈咪们用消毒过的针去挑破表皮，奶水就可以顺利出来了的。可是有些妈咪那个白点不是水泡，不是凸出来的，平平的白色部位也去用针来挖，不是挑去挖我都傻眼了，不要乱挖 OK。 即使那个针你消毒过了，你这样子挖出一个伤口来，就提高了感染的风险我会建议你把皮肤软化，你可以把乳头浸在水里面，如果你家有浴缸的话就去泡澡啦。过后呢，再把一粒棉花球浸湿水或者浸湿橄榄油都可以，然后把这一粒棉花球放在你的内衣里面，敷在乳头上面。过后最好再用温敷在这个棉花球上面，也或者刚才有教过的 Epsom salt 加西利棍挤奶器的方法，浸着乳头5到10分钟也可以。用了这些方法去软化乳头的皮肤后，你可以尝试立刻去清胃，立刻手挤或者立刻泵奶都 OK， 看看能不能利用你的奶水的冲力把这个白点冲破。你也可以洗干净双手，用干净的手指头去搓一搓乳头的皮肤，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表皮搓走。如果你的白点不是水泡型的，而是那种浓到固体化的奶水塞着了乳头奶水的出口，那么你可以把棉花球用醋浸湿了，然后把它放在内衣里面敷着乳头，因为醋可以化掉奶水里面的钙质，就有帮助把那个塞住的东西化掉。基本上乳腺发炎和塞奶的解决方法都是前面教的那几个，你不要以为自己这个试了一下那个试了一下，然后就哎呀不会痛的，然后就说试过了没有效，然后等别人来救你。喂妈咪，不要依赖别人，不要小看你自己，我这里教的方法都证实了是有效的，只要你重复做，每一招都尝试，交叉重复做，一直做，是可以成功通乳腺的。尤其是那个一包弹珠的按摩方法这个按摩方法你一天要重复做很多次，一有机会就做，一得空就做。乳腺发炎的妈咪，刚才我已经说过，给自己24小时时间，用这里教的方法去自救。如果24小时后你感觉完全没有好转，或者更严重了，就一定要去看医生，需要的话就乖乖吃抗生素，回来后继续重复做上面教的东西。你不要以为吃了抗生素就什么都不用做，刚才那些东西还是要继续做才能解决你的问题的。今天这个 video 我只是专注教大家怎样自救，下一个星期我会深入讲解关于乳腺发炎的原因以及如何避免乳腺发炎。到时见，我是丽丽，拜拜。